篝火烧起来，蓝忘机坐在一旁，静静地擦拭着碧尘。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可就是有一种不喜与人亲近的气场在，所以周围只剩他一个人，谁都不敢靠近。蓝曦臣一直都知道蓝忘机话少，他好像有一个自己的世界，除非必要，几乎不与旁人交流，说话时表情也是淡淡的，很少出现波动。而此刻，若仔细观察，会发现他在听到某些话时，指尖会微微发抖。这里距离乱葬岗很近了吧？是啊，大概步行半个时辰就是。那地方邪门得很，你可别去触霉头。我去那儿干嘛呀？那是人住的地方吗？铮，碧尘收回剑鞘。蓝忘机起身，怀中一物却不慎掉了出来。周围有好事者瞥见那是一个粉色的荷包，揶揄着说道：“是谁家的小姐入了韩光君的眼，绣了这么精致的荷包？”说完便伸出手来，想好好观摩一下。蓝忘机眉峰一拧，将荷包握在手心，冷冷道：“别动。”气氛一下子冰冷起来。那名修士颤抖着收回了自己的手。蓝忘机身上还有伤，因为手握得太紧，渗出血来，像一个失去救命稻草的旅人，眼中是少有的迷茫和不知所措。直到他将荷包又放回胸口，整个人才又安静下来。蓝曦臣解释道：“许是哪位朋友送给忘机的私物，不好给旁人展示，莫要见怪。”周围人忙应声点头。在转身时，蓝忘机已经离开了人群。蓝曦臣知道蓝忘机从小性格就比较固执，这种性格使他在大多数事情上有着超越常人的忍耐力，为他构建一道铜墙铁壁，同时也导致他在某些地方脆弱的不堪一击。比如他很听话，从不会向大人撒娇讨要东西，可自己喜欢什么就一定要带在身边或藏到房间里。在蓝忘机3岁的时候，母亲曾与他们兄弟俩绣过2条小手帕，蓝忘机很喜欢，每天都要揣怀里，叠得整整齐齐，不舍得拿出来用。小孩子气性高，被长辈骂了是要哭鼻子的，蓝忘机就捏着自己的小手帕默默掉眼泪，安慰自己：“我不哭，我不哭。”后来这条手帕混在衣服堆里给洗丢了，他写字写得手腕疼，习惯性的去摸手帕，摸了半天没摸着，哇的一声就哭了，谁哄都没用。蓝启仁后来命人给蓝忘机绣了好几条手帕，蓝忘机摇头拒绝了。他执拗地认为，如果一开始没有手帕，弄丢时他就不会觉得难过了。所以长大后，他不再偏爱任何东西，对任何东西都是淡淡的，因为他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注定无法长久，他就不会再奢望拥有了。如今他明知自己会再次受伤，却还是将喜欢的东西带在身上，像一块烫手的炭，在寒冬中给予他的痛比暖更多，可在怀里揣久了，还是不舍得丢掉。后来有人说那荷包里装的是邪物，常人碰不得，更多的人猜测里面装的是宝物或者是钱，甚至还有人说那里面装着韩光君爱人的骨灰，不然这么多年为什么要一直将那东西贴着心口放？可蓝曦臣知道那里面什么都没有，那人死后留下的东西不多，武器和手技皆被瓜分，蓝忘机错过他的离去，自然什么战利品也没得到。一个空的荷包，就像那人留给蓝忘机的，除了空有一人的执念，再无其他。而蓝忘机却将这东西放在胸口，像是为那人留出一个空位，随时等他回来。虽然这荷包明显不是那人会用的东西，蓝曦臣却从来不问那荷包来自哪里，就像蓝忘机从不问他为何百家计划围攻乱葬岗未与他说明，为何魏婴身死时不告诉他。人死如灯灭，很多问题就算知道答案也没有意义了。蓝曦臣走到他身边，担忧道：“忘机，你的伤。”蓝忘机静立在一株枯木旁，闭着眼睛，像是在极力忍耐着什么。
过了许久，说了声抱歉。蓝曦臣突然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。蓝忘机在他眼中表现得一直很坚强，很冷静，所以他和蓝启仁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一定会接受，一定会看开，一定会放下。但他永远不会忘记3年前，在失踪4天后，蓝忘机淋着大雨回来，怀中抱着一个发着高烧的孩童，双眼布满血丝。那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蓝忘机崩溃成那样，为的是谁，自然不必说。在漆黑无光的房间里，他感受不到时间的变化，唯有呼吸声枯燥乏味地重复着。外界的变化失去了意义，他在漫长时光中变得麻木，似乎万般执念皆是虚妄。记忆中的温暖不复存在，成为可触不可碰的空中楼阁。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保持着那个状态，什么都不做，也不跟人交流，盯着窗外的飘雪可以看整一天。回头万里，故人长绝，满座衣冠似雪。背上的鞭痕已经结痂，可胸前的烫伤却怎么也不见好。透过雪白衣衫，一片血渍，像是有人把那地方掏空了一样。他们怕他一个人觉得闷，就送了好些书过去，也不知他看没看。偶尔蓝曦臣会带蓝思追过去看望他，小孩子长得很快，粉雕玉琢，睁着水灵灵的眼睛，越发衬得他苍白无力，形容枯槁。他曾听着孩子在梦里唤哥哥，想必与那人有几分联系，可纵使如此，蓝忘机的眼神仍无一丝波动。忘机总会过去的。蓝忘机自然不会回答他。如果蓝忘机是清醒的，他们还可以跟他好好讲讲道理，无论是劝说、苛责、惩罚，他们都会劝他回头。但看着伤痕累累、神志不清，为了一个死去多年的人无望等待的蓝忘机，他们说不出一句话。身上的伤口是最好愈合的，为了活着，身体会结痂生出新的血肉填补空缺，但心上的伤口永远不会，它汩汩流着血，每跳一次就痛一次。他人生经历过很多痛苦，痛是刀伤剑砍的痛，苦是咬牙切齿的苦。后来遇到那个人，他知道痛还可以是晦暗明媚的痛，苦可以是酸涩回甘的苦。而现在，痛是痛不欲生的痛，苦是有口难言的苦。他救世人无数，却没能救回他真正想救的人。3年后，他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好了，他们便相信他已经好了。其实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懂，但什么都不说。清晨的长街上没什么人，蓝忘机比所有人都更早地站在客栈楼下，见他们下来，便一个人慢慢往前走。蓝曦臣问他：用过早饭了吗？他只答：用过了。行至河道旁，蓝曦臣注意到他的脚步突然停滞了一瞬。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他的脸上充满了一种近乎于悲哀至极的表情，双眼里有着隐藏不住的痛苦。环顾四周，蓝曦臣看到长满青苔的桥下开着一片火红的芍药，不比兰花白枝。它生在淤泥旁，桥洞下，藏污纳垢的地方，汲取着微弱的阳光，却开得稠丽风流，如火如荼。那时候，蓝忘机有一个无法跟任何人言说的念头，他想见见他，不是鲜衣怒马的他，不是万人畏惧的他，而是笑着的他。他告诉自己，只见一面，确认他一切安好，即使做不到了无牵挂，也可以坚定自己的决心。战后重生，百废待兴，他们的生活将很少会有交集。然后他见到了那个固执又偏激的人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的独木桥，喝着黑漆酒坛里的烈酒，扬着最好看的笑容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将寓意结情的芍药丢给他。于是他便再也忘不掉了。他不知，那时他已经毫无退路，而他也开始与他渐行渐远。蓝忘机看了一眼，转身就走。蓝曦臣快步赶上去，瞥见蓝忘机眼眶发红，
问他如何，他只道不看了。只看一眼，便不敢再看了。平生不会相思，才会相思，便害相思。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